莫迪老仙儿人设崩了呀，彻底崩了。就在前2天啊，美国突然爆出了一份绝密邮件，直接把印度的脸给打肿了。你敢信吗？堂堂14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啊，为了讨好特朗普，竟然在别人的地盘上搞了一出又唱又跳的表演，这哪是大国领袖啊？这分明是宝莱坞伴舞啊！今天啊，咱们就来扒扒这出2026年最尴尬的外交丑闻。2026年的1月底啊，大洋彼岸的漂亮国突然给印度送了一份大礼。这份礼物啊，直接把咱们那位自诩为世界导师、全球南方领袖的莫迪老仙儿给炸了个外交里嫩。怎么回事呢？美国的司法部根据什么透明法令公布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案的最后一批文件。这本来是美国那帮权贵的烂账跟印度有啥关系呢？嘿，偏偏就在这上百万页的文件里藏着一封2017年的私人邮件。这个邮件内容不长，但是那个信息量简直就是核弹级的呀。这个邮件里大概意思是说，2017年莫迪去这个以色列访问的时候，为了讨好当时的大统领董王，按照某个人的建议在以色列搞了一出又唱又跳，而且邮件里还补了一刀，说这个招数奏效了。哎呦喂，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堂堂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留着白胡子，一脸严肃的莫迪老仙儿，为了讨好美国总统，在别人的地盘上载歌载舞，这哪是外交这不成了宝莱坞了吗？这就叫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莫迪老仙儿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嘎了好几年的爱泼斯坦给狠狠的摆了一道。这个事发生的时间点那是相当的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印度的外交安排莫迪原计划在2026年的2月底又要去访问以色列了，机票都订好了，红地毯都铺好了。结果啪叽一下，美国把这封邮件甩出来了。你说这让莫迪怎么去呢？去了以后，大家伙看着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什么战略合作，不是什么大国崛起大家脑子里全是老仙儿给我们跳一个，听说你跳舞能换美元，这脸还往哪儿搁印度外交部那是急得火上房赶紧出来辟谣说什么莫迪确实在2017年去了以色列，但是其他内容那是罪犯的胡编乱造，是假新闻。可是朋友们，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一个铁律，这种新闻这种滑稽段子那是越描越黑大家只在乎这个邮件里说了啥，谁在乎你外交部那干巴巴的声明现在的国际媒体那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有的个标题直接写莫迪的外交演技过猛，有的干脆评论原来印度的外交秘诀在5步里。这对一向把这个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印度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公开处刑要说这个事光当个笑话听不行，咱得看门道。我跟你捋捋为什么偏偏是2017年那一年可是印度外交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他们种下今天这颗苦果的时候。在2017年之前印度在这个巴以问题上那是相对中立的，甚至还偏向巴勒斯坦一点。那毕竟印度国内呢有2亿多的穆斯林，而且印度一直想当不结盟运动的老大，得照顾阿拉伯兄弟的情绪。但是2017年7月，这莫迪呢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成了印度建国以来第1位正式访问以色列的总理。这可是破天荒的当时那个场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是最高礼遇接待2个人手拉手在那海滩上散步，那叫一个亲密无间。当时的媒体都只看到了表面的风光，签了这个房屋合同，买了以色列的无人机，搞了农业合作。但是谁能想到这背后的逻辑竟然是讨好美国。这封邮件一出来逻辑链全通了。莫迪当时的想法很单纯，
我想抱美国大腿，但是那个时候吧，特朗普刚上台，不好琢磨。爱泼斯坦这帮人呢就出主意，你想搞定董王，那你得先搞定董王最爱的以色列。你在以色列表现的越欢脱啊，董王就越高兴。于是乎就有了那传说中的又唱又跳，这哪里是独立自主的大国领袖啊，这分明就是个为了拿糖吃不惜办小丑的邻家大爷。那从那以后啊，印度的屁股就彻底坐歪了，特别是到了2024、2025年啊这一轮巴以冲突，印度政府呢竟然在公开场合支持以色列所谓的自卫权，对加沙的状况视而不见。这一下子把中东那帮石油土豪全都给得罪了。这封邮件一曝光，最生气的还不是印度人，是中东国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这帮王爷们以前吧对这个印度还不错，他们给这个印度投资，给这个印度石油，还雇佣了大量的印度劳工。他们以为印度是兄弟，是中立国呀。结果现在一看，好嘛，原来你早就成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伴舞了。我们在前面挨炸你在后面给人家唱歌跳舞助兴，这叫什么？这叫背刺。听说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几个阿拉伯国家直接推迟在印度的投资项目那有的网友在这个私底下场合直接开骂呀，以后别跟我提什么印阿友谊，恶心。再看看印度国内那更是炸了锅里印度的反对党国大党那帮人本来就愁找不到这个莫迪的把柄，这下好了，美国人递刀子来了反对党的领袖呢，在议会里那是唾沫星子横飞这是国家的耻辱。堂堂印度总理竟然听从一个美国皮条客的建议去跳舞献媚。我们要真相，总理到底有没有跳？跳的是哪一支舞？是旁遮普邦的，还是古吉拉特邦的？这本来吧就有点上纲上线，但是架不住这个事有画面感印度老百姓那个自尊心多强天天喊着超级大国、世界导师，结果发现自己的导师在外面给人当弄臣，这种心理落差比这个股市崩盘还难受。你要是以为这只是个面子问题，那你就浅了。这个事儿折射出来的是印度外交的核心困境。我给它起个名叫蝙蝠外交。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会儿吧说自己是鸟，一会儿说自己是兽。莫迪想搞这个多方下注，他既想当这个全球南方的老大，跟咱们中国啦、俄罗斯、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混，又想当美国的盟友，加入什么四方安全机制想从西方呢捞点好处。他以为自己很高明，以为这叫左右逢源，殊不知在真正的大国博弈里这种墙头草的行为，最后的结果呢，只能是左右挨起巴子。你看现在为了讨好美国，他在2017年又唱又跳的，结果呢，董王那是生意人他会因为你跳过舞就对你手下留情吗？做梦董王现在对着印度的商品加征关税，对着印度的 H1B 签证开刀。在董王眼里你跳舞呢是你贱，我收钱是我的本事。印度这就叫媚眼抛给了瞎子看。美国没讨好，反倒把中东朋友给得罪了。俄罗斯那边也不爽你印度拿着我的石油，却跟美国眉来眼去。咱们中国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早就看到他那点小心思。那现在印度呢，想在南亚称霸，想搞印度洋是印度的洋，结果发现自己是孤立无援巴基斯坦这个时候也跳出来了，巴铁那个嘴多损直接发声，世界和平靠的是相互尊重，不是靠表演。这句话直接照着莫迪的飞管子捅外交不是演电视剧不是你演技好、眼泪多、腰身软，人家就服你国家之间的尊重那是靠实力靠信誉、靠腰杆子换来的。你看这个莫迪这些年确实也挺拼的，又是搞这个瑜伽外交，又是搞拥抱外交，见谁抱谁那表面上看，印度好像成了香饽饽，谁都拉拢他。
但是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在利用它。美国利用它牵制中国，俄罗斯利用它卖石油，中东利用它搞劳务输出。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一旦利益有了冲突，那封邮件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人根本没把你当成平等的伙伴，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个听建议行事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可以在邮件里被当作谈资、被嘲笑的对象。2025年的时候，莫迪政府在多边会议上就因为拒绝支持区域声明被大家冷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也落不了地。这就是投机主义的代价你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不把你当自己人。这封邮件虽然还没有最后定罪，这莫迪到底跳没跳，只有天知道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测试。他测出了印度外交的成色，也测出了大国关系的冷漠。莫迪老仙想让这个印度成为国际舞台的新核心，这个心气是好的，但是他太急烈，太表面了，他太依赖这种私人关系和表演式外交了。以为跟这个东王跳个舞，跟内塔尼亚胡光个脚，就能把国家利益给搞定了，幼稚！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那是国家的门面如果这个门面今天给这头呢唱个曲儿，明天给那头呢跳个舞，不仅是外人看不起自己国家的老百姓也觉得丢人。真正的强者是站着把钱给赚了，站着把朋友给交了，靠讨好，靠表演，顶多呢换来几句廉价的掌声和一封几年后让你身败名裂的邮件。行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至于莫迪老仙我劝他还是回这个恒河边上好好洗洗吧，洗洗这身晦气，也洗洗那颗躁动投机的心。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